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咖啡手冲的要诀。那首先介绍在桌子上的所有的器具。那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咖啡。那咖啡这个东西其实是蛮专门的，也蛮专业的。那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豆子可能品质都不太好。那我们今天为你们示范的是从中美洲进来的高海拔的精品豆。那除了豆子之外呢，当然那个电子秤就是料理用的电子秤也很重要，还有温度计，因为水温绝对会影响到咖啡萃取的品质。然后最重要的还有磨豆机，当然磨豆机你可以看到刻度的部分要调到适当的刻度。那在此我用 TMO 这一款磨豆机，目前我手冲的部分我刻度是调在 medium。OK， 那接下来就是手冲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滤杯，好 OK， 还有底下承接的壶，那当然还有滤纸。那手冲过程之中，当然手冲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那其实要注意手冲壶的地方是在于说它的口，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口，它的口其实还蛮细，而且蛮狭长的。那目的就是希望让水你在做手冲的时候，它的水流可以细一点，不要太粗，这样手冲的品质才会好。那当然免不了就是热水瓶，好 ，OK， 好，那目前器具的部分为大家介绍到此，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手冲的准备。那首先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做咖啡萃取的时候，咖啡豆的用量一定要够精准。咖啡的用量、水的温度，还有水的品质，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之一。那这边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先把电子秤来称我们所需要的咖啡。那今天为各位示范的是2人份的咖啡。我们倒18克的咖啡，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做2杯的示范，所以我们倒18克的咖啡。那目前我这边习惯性的做法是，1人份大概是10克对150cc 的水，2人份是18克对300cc 的水，3人份大概是25克对450cc 的水。那以此类推，当然你每增加1人份，大概你的水量增加150cc， 然后但是你的咖啡豆是增加大概7到8克左右。大家可以以这个规则自由应用。那接下来的动作呢，就是把豆子直接倒到磨豆机里面去磨。那当然，磨豆机的种类市面上贩售的非常多种。那建议的是可以采取圆锥浸豆方式的磨豆机。好，那接下来我们豆子已经倒进去了，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磨豆。那刚刚已经有跟各位提到，我们现在的刻度是调到 medium。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磨豆的动作。好，那在磨豆的同时呢，其实你可以开始准备滤纸。滤纸各位可以这样子做。一般市面上各位可以买到的滤纸呢，然后你可以在它的齐缝的地方呢，你再做一个折角的动作。那这目的其实只是为了让这个滤纸可以很稳固的固定在咖啡滤杯上面。那至于说滤杯跟滤纸的厂牌选择，市面上的选择也很多，包括 Harrier、包括 TMO 都有。那建议的方式是说，你的滤纸跟滤杯最好是同一个厂牌的产品。其实他们都有互相搭配性，那这是蛮重要的一点。对，那另外滤杯的部分有一点很重要是，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沟槽，这沟槽的部分，不管你选取哪一家的厂牌，沟槽部分必须要够深。深的原因是因为说，你的滤纸放上去，咖啡粉放上去之后，你热水加进去，那热水它可以透过这个纸，沿着这个沟槽，因为有沟槽够深的话，表示纸跟这个滤杯之间还有一定的间隙，可以排热气出来。如果沟槽不深，那结果就是热气找不到地方出去，它会直接从你放在滤纸里面的咖啡粉直接跑出来。就各位在做手冲的时候常会遇到的，就是直接破粉的现象。那这其实对
我们所谓前30秒钟蒸煮的过程是很不利的。好，各位可以看到哈，那个咖啡粉已经倒在滤杯里面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其实就是做一个调整，好，敲打一下，然后让可以确保说那个它的平面的部分是平整的。当然提醒您的是，你的水量应该要比较多一点。比方说，如果你的量杯是如果你要冲150cc 的水，你应该大概准备170cc 以上的水在手冲壶里面。OK， 因为咖啡粉你在冲煮完倒的时候，咖啡粉里面其实还是含有水分的，所以部分的水分其实会被吸收在那里。然后，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手冲壶是放150cc 的水的话，那有可能你冲煮出来你的咖啡液是不到150cc， 那相对来讲，那个味道可能会比较偏苦，或是偏酸，就是味道会重一点点。好，那我们大概选取了2杯的水量。那接下来呢，就是用这个电子温度计。建议采用电子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是数字显示比较精细，第二是它的反应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用类比式的，比方说像一般类似家里可以见到那种温度计，那其实有些不太适合直接放在热水里面，然后或者是说它的反应速度没有那么快。好，所以建议是使用电子式的。建议的温度是维持在手冲温度是维持在81到83之间，当然您可以自由做调整。怎么调整呢？这样举例来说，如果您是冲煮比较浅焙的咖啡豆，温度可以高一点。那如果是比较深焙，就是一般市面上买到比较业者比较喜欢烘到非常黑，非常油亮，表面都是油光。这种豆子的话，您可以把温度再设定低一点，设定在大概76到80度之间。那喝出来的风味会有一些不同。好，那目前看到已经到83度的刻度了。好，那我们就拿起来开始进行冲煮。好，那现在开始来为您示范冲煮的步骤哈。那首先呢，我们这边还会特别准备一个码表。那码表的目的在于说，因为我们前面蒸煮的过程大概需要20到30秒的时间，所以这码表是用来记录这个时间用的。好，那首先注意说这个水冲下去，这个水要够细，好，然后冲完给一个适当的水量之后，尽量可以让这个下面承接壶的底部呢有一层薄薄的咖啡液体就好了，这样的水准。好，那各位看我示范。从中间开始画日本文字的 No 字形，好，那大概这样子就可以开始计时。那各位可以清楚看到是这咖啡粉它在不断的膨胀，原因不外乎就是这个咖啡粉是新鲜烘焙的咖啡粉，所以其实您也可以用这个标准去检视您所购买到的咖啡是不是够新鲜。然后确保说商家告诉你的，实际上接到您的单才开始烘焙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这可以做一个验证。那各位也看到，其实膨胀的相当的漂亮，像一个包子一样。那底下有一个薄薄的咖啡液体。那现在已经大概30秒钟，我们继续往下冲，一样是 No 字形，由中心开始向外画圆。好，各位看到这个很漂亮的。这就是新鲜咖啡豆的新鲜烘焙的咖啡豆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出来。那就是在咖啡粉的平面还没凹下去之前，您就可以再继续加水。那关于这种煮法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做法，那包括所谓的断水式或者不断水式。那现在为各位示范就是断水式。好，各位可以看到哈，我已经加水好几次了。其实它的那个外观都还是维持同样的形状，旁边那一层那个过滤层那个壁已经是非常的坚固的。好，那不断的也是要检视这个底下承接壶旁边的刻度，确定到了你要的 CC 数，比方说我们这一次是做2杯的示范，到300 CC 我们就停止冲煮。
好，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您在把壶离开之前，让这里面留一点水。原因是因为如果让它水完全里面的咖啡完全流到下面去，您才移开的话，其实会带一些杂质下来。好，这样其实很轻松自在，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完成这个在自己家完成咖啡冲煮，然后享用可以像您在外面比较好的咖啡店，一杯大概一杯200块钱以上水准的咖啡，自己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完成。谢谢。